今天要分享的是我12月1号去参加的妈妈的颁奖典礼。有我去，所以今天呢，都会问我问题，关于颁奖典礼，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呢？首先，会场人多吗？它外面其实有很多妈妈的摊子可以逛，可是因为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逛，因为全部都挤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放弃，就直接准备进场了。几点进场呢？我们的是站票，所以我们要提早进场。它开放3个小时前就可以先排队了，也就是说7点开始的话，4点就开始排队。管制严格吗？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算是第一时间排队进场，所以其实管制非常的严格。他会检查每个人的包包，然后会一直揪说里面有没有东西。不过我有偷带相机进去，耶！都是香港人吗？80%到90%全都是香港人。我有看到韩国人，没有日本人，然后台湾人我起码没有碰到，我碰到都是香港跟大陆人最多，大陆人很多。表演舞台场地大吗？我们之前有去过香港场的那个演唱会，对 Wins Tour 的演唱会，其实场地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其实大吗？不大，对不对？没有想象中这么大。它的舞台画面上看起来像很大，可是其实舞台真的就大概小巨蛋这样的大小。你们的位置如何？因为我们是站票，我们的站票非常非常的后面，我们大概是1148号。所以我们算是非常的后面，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全部都前面都已经挤满了人潮了。阿米多吗？不算特别多。我觉得最多的反而是 EXO 的粉丝。其实我在刚开始进场要排队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每个人手上拿的那一支棒棒都是 EXO 那一支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找我们家的阿米棒。第一个被我发现有阿米棒的是韩国人。其他的大陆人跟香港人反而都是拿的是那个 EXO 的棒子。然后那些韩国人身上还穿那件那个 Jungkook 的那个在夏威夷小邋遢的那件 T 恤，然后拿着阿米棒。阿米热情吗？刚开始最热情的是防弹进场要坐到旁边的位置上，然后观赏的时候，就防弹一进场那一刻，你就会觉得有轰天雷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的大声，有一种好像真的是欢迎他们光荣回来，就是好像刚去美国嘛，刚去完美国回来那种光荣成就的那种尖叫声。然后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，其实没有这么大声。那应援如何？我必须得说，因为我这个很用心应援的人来讲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够大声。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在忙着拍摄，就有尖叫声，可是应援的声音真的很小，就是没有我想象的多。就算拿着阿米棒的人，在我旁边有些人拿着阿米棒的人，甚至他们也不喊，是因为他们都急着要拍照。很多大炮吗？你不是说很严格？是没有错，应该是很严格啊。可是最后我发现，为什么我身边都是大炮嘞？上网查了一下，有人的分享是说，你如果是在开演之后，也就是说演唱会已经进行到1/3结束了，你再进场的话，管制就没有这么严格，因为他们都觉得已经开演了，所以就让你进去。所以我在猜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身边之后充满了很多大炮，而且那些大炮是真的很大只、很大只，打到会很痛的大炮。但是你好像说有小大炮。对，所以如果要去看演唱会的人，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你不想要带相机这种容易被发现的，那你就带手机的话，你可以搭配的是手机专用的摄影头，然后这么大只，然后装在手机上，大概就这样这么长。可以试试看那个小大炮。因为我发现我前面那些人啊，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进去的嘛，所以他们不可能带大炮，一定会被搜出来。可是我前面的那一群人全部都是带着是手机大炮。很挤吗？我的位置不挤，是因为我们的号码很后面，所以我们没有挤在第一线，所以我们是在下面的摇滚区的屁股后面。大家都往前面挤了，全部的人都往前面挤了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太矮了，我如果一往前面挤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好像说竟然有人带板凳，不止一个人，好几个人带板凳呢。怎么进得去啊？
这我有好奇，应该跟大炮的意思一样。对，因为大炮之前去了，板凳应该就同时间一起进去这样。只是他们一拿板凳之后，他们已经高了，他们一拿板凳之后，我的视线都没啦，我的前面是一片都没了，对啊。防弹有跟台下的阿米互动吗？有怎么有吗？你猜，第一个最会互动的是谁？一定大哥啊，吉吉米。第一名我把它颁给 Hobby。哦，怎么说 ？Hobby 是真的动不动就会看阿米那一群，就是看我们台下那一群，他就会动不动，然后就会这样。可是他一定看不到我，所以我是在很后面。所以就算我很猛力的挥着我的阿米棒，可是他一定看不到我。只是因为我全程都只看着防弹，就算有其他表演者，但我眼睛里面就只有防弹。所以我几乎都是一直在看着防弹，看他们的眼神，看他们的互动。我就有发现 Hobby 是最常看下台。然后跟大家 say hello。在第二名的话，大概是吉米。最后第三名呢，你抢不到的 ，Sugar 啊？怎么会？而且 Sugar 的互动方式非常神奇哦，他会看台下，他完全不会打招呼，他只会眼睛直盯盯的盯着阿米。所以你不知道他在看谁，因为他就不会讲话，他就只会一直看着，就这样盯着。然后就看很久之后，然后再继续看台上的表演。哇！然后就会觉得他到底在看谁？是我吗？谁的表演台下最嗨嘞？以香港场来讲的话，不得不说，第一名的话好像是 EXO。本来啊，我没有看到这么多他们 EXO 的棒子，可是，一到他们登场之后，前面全部都是 EXO 的棒子，我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的。反正本来没有这么多支，就一到他们表演的时候，前面全部都变成 EXO 的应援棒了。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的人是拿2支棒子？我也在猜耶。可是 BTS， 我想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 BTS 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是前面的海会变成阿米海吗？但是没有啊，就是 BTS 出来的时候，有特别的，前面的海全部都只变成了手机。防弹的表演如何嘞？大家都有看，非常的什么精彩，太高！他们加了很多的 dance break， 就是加了很多的多出来的舞蹈在里面。但现场看的感觉，因为我的位置很后面，如果以我那个角度看啊，刚开始他们的那个 intro 不是有一些跟画面的互动吗？我那个时候其实看不太清楚，是因为他们太小了又太远，所以我不知道谁是谁或者是在干嘛。哪一段让你觉得就是哇？当然就是 mic drop 的后面的舞蹈啊。衍生舞台的只有跳 DNA，所以他们跳的那个 mic drop 跟 Not 的都是在主舞台，所以就是离我又更远了。他们请了很多个舞者帮他们陪衬出那个波浪感，那个疯狂的那种阵势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只觉得哇，好用心哦。因为你从远处看，你就会发现是一票人，然后这样波浪的动，然后在波浪的动。虽然我看不懂谁是谁，因为人真的太小了，不知道这舞蹈是不是孙老师编的。如果是的话，给他一个。但我有个好奇，那群人怎么到舞台？他后来是怎么样？那群人是从底下上的吗？还是全部人就上台就蹲下 stand by，然后就这样跳拿土的。真的是人海战术。对啊，最近大黑很爱用人海战术，这点我觉得很不错。但表现得非常好。你会再去第2次吗？我会想去第2次，可是这次我就会考虑不要再摇滚区了。摇滚区除了累以外，你有时候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那你还不如坐在看台区，虽然远，可是你会很用心的品尝每一个表演。这次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是，防弹会坐在那个旁边的座位看表演，所以我可以用尽全部的力气只注视着他。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。额外问一个问题，中国有偷吃吗？没有哎，他没有吃东西耶，真的，好可惜啊。难怪他说，他才刚跳完第一首《Hot Today》就没力了。Hot Today 是什么？Not Today。难怪他说他才唱完《Hot Today》，Not Today 啦。难怪他说《Not Today》跳完他就累了。他从头到尾都乖乖的欣赏，然后没有偷吃，看他们跟大家互动就觉得很可爱。以上就是妈妈的心得分享。See you next time。拜拜。第7名，名单，你最